另外，如果是 verbal 的部分，会怎么去改善？我们现在看到 verbal 的部分，我有准备了3种，一种是在 DI 里面比较偏 verbal 的题，纯文字比较偏 verbal 的那是什么？就是 TPA 嘛，就是有2栏，有第一栏跟第二栏，然后呢共用一组选项，然后要你去左边选一栏填，这些选项里面选一栏填入1，选一栏填入2。我们一样把题目放进去，先用一个基本的方式。如果你希望它的解释能够软化一点，你就用高中生可以听得懂的语气，详细说明本题的解题步骤跟答案。他的思考超级快，如果让他去做的话，搞不好他可以提前下课抽烟这样子。那你看哦，他就会一步一步的先跟你去解释题目里面每一句话的资讯是什么，再来呢，跟你去讲述他会是怎么去推理，然后接下来呢，跟你讲选项要选什么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选项有没有正确。看第一个选，好，在那些只有触控功能的手机里面，不到一半的是有2个以下的配件。那你看它这边是不是也是完美的做到了2个答案的预测？那有些时候你会说 Dustin，可是我看他这个解释哈，有些地方有点跳。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哦，他前面这边先讲的文章中给了很零散的4个资讯哦，比如说你看他先说，在所有在卖的手机里面哦，就是大部分都是哦，如果你有合约或者是续约的话哦，你是绑约或续约的话，大部分是折价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这间店里面有更多的是卖传统的这种，就是有键盘的手机。再来就是，如果是有键盘的手机啊，大部分是8英寸以下的哦，8公分以下的荧幕。然后呢，大部分是有2个配件以上。那如果今天是触控型的手机，大部分是8公分以上的荧幕，好，大部分是2个配件以上这样子。你可能会说 Dustin，这个资讯我看到完之后，那接下来呢，他就突然跳到了用哪些资讯得答案？可是这跟我考试中的思路不像啊，这好像就是凭空的去没有让我知道中间的推理逻辑，然后直接跳到答案来。我看了这不是很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什么事？你可以把 Dustin 在上中介者的时候所教你的解题流程当成是指令，告诉他，请你一步一步的修给我看。好，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的原则就不太一样哦。这边就是补充了人类所使用的方法。好像我在上课的时候教的方法是：第一个，你先不要读文章，你先读问句，找到破题的重点。第二个，再告诉我文章里面哪些是根据这个问句所得到的有关资讯，哪些是无关资讯。因为我在中学这堂课会讲到说，你要怎么去辨认有关和无关资讯。因为 DI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其实有很多废文字，就是看似很多看似很长的资讯，看似很多的图表，但实际上有大部分的数据都不会用到。所以你要怎么去辨认有关无关的资讯？然后再来上课，我有讲到说，我会希望同学能够要么是预先拟答，要么是用删去法作答。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人类真的不是说所有资讯混在一起做思考，AI 是这样的做，但是呢，我们人类不是所有资讯绑在一起思考，而是我们是一步一步根据上一步的线索推到下一个我要找什么，而且是单线思考。所以你看，当我今天加入了我上课的解题模式、解题流程，再加上人类的思考习惯的时候，它给我们的解答就会更能够让我们去理解跟应用。比如说，先找到重点是在比较数量比例，有看到哈，重点是不到一半，所以这个时候文章里面有很多资讯，比如说像是 more 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了，因为 more 只是比较多跟少，但是不代表是超过一半或小于一半，只有 most 部分才需要去关注。再来就是有关的资讯跟无关的资讯，刚刚讲那个 more 跟less 就不用管它了，我们重点是谁讲到了最多或最少，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根据你筛选出来有关资讯去推到去推得有可能的答案，然后最后去连到答案。那当然，中间如果你觉得有哪些步骤跳太快，你可以直接把它再复制到下一则对话里面，你可以问他说：这边能不能告诉我详细的单线推理方式？他一样会帮你陈述。就是你不要只是觉得说他的答案不尽人意，你可以随时问他这边可不可以讲更详细一点。当然啦，随时你找我，如果你是中学的同学，你随时找我来支援，我会直接支援，而且我回答保证会比 AI 更好了。但是我们这边就是Austin 永远提倡的是，你能自修也可以自修嘛，所以我今天就毫无保留的跟你讲，虽然我今天好像在跟你介绍一个抢我生意的人，但是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赶快克服绝麦。好，所以如果你能自由解决，自修解决就更好了。像你看到这边，我也是用刚刚的方法嘛，如果你是招题的出题者。你主要想测试考生的哪些具体观念跟考点？你看，他也有帮你去筛选出来，对吧？资讯筛选与判别、定向
定性数量的比较跟推论，群组分类跟比较的能力，好帮你去推出来，然后还可以请他帮你去设计一道类似的题目来作答。好像这个其实设计的有点问题，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设计的过程中，你看哦，正常来说 TPA 它的特色是它会有2个空格没有错，但是这2个空格2个选项会是共用的，就是左边跟右边要选的都是在同一个 pool 里面去选，像这个就很明显是2个不同的 pool， 那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讲说，请重新设计这一题为什么？因为你的2组的空格应该要共用1组选项，他就会重新帮你设计。更进阶的用法是什么？更进阶用法是，来各位终结者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种特殊的检讨方式，叫做录音检讨，就是说针对你比较弱的题型，我会希望你能够打开录音机，边做，不是做完才录是边做就开始边用上课的解题流程去录下来，你这一步会怎么思考，那一步会怎么思考，等于是自言自语，但是你就想象你在跟别人解释你每一步会怎么走，你把自己当成是 Dustin 来讲课，去讲你用 Dustin 的方法，这一步会怎么做，那一步会怎么做，用录音录下来。那录下来之后呢，再去跟 Dustin 在终结者里面的解题影片去对照，你就可以马上明显的发现每个步骤为什么对，为什么错。OK， 好，这是我们终结者最特殊的做题方式，就很像是今天你去当投手，一开始你是门外汉，所以你要先学会就是正常的投球姿势。那你学会投球姿势之后呢，你还要去把你自己的投球姿势录下来，去慢动作跟那种就是世界级选手的投球姿势去做比较，你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手姿势不正确，这个地方我的就是腰转的速度太快或太慢，你要跟别人去做模仿比较，你才能慢慢修正自己的问题。所以呢，终结者里面有一个解套方法，就是请你先录音，录完音之后再去跟我的标准影片去做比较，去做对照，你可以马上修正自己的问题。那如果你不是终结者的同学呢，可以做到什么事情？也可以做到，为什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好，就是我们如果做题录音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可以用手机录音或什么的录下来，然后把你录音过的档案把它传到这个程式里面去，在 Mac 上面叫做 Mac Whisper，然后呢，在 Windows 上面叫做 Whisper Desktop，OK，好，Whisper Desktop，Whisper 是 OpenAI，也就是 ChatGPT 这一家公，就是它背后的这个大的 AI 组织，好，他们所创造的一个可以辨识语音的模型，而且这个模型支援了世界上大部分的语言。像我如果把我解题的过程把它放进去之后，它就会做成什么样子？你看哦，它就会立刻去辨识我在解题中就是讲的每一句话。看到哈，这个就是我示范，我把它录音录下来。这道题目我现在来解题。那根据解题流程，我先看一下问句，然后呢，这个问句我解读的内容是什么，对吧？然后呢，接下来看完问句之后，下一步怎么样？你看下一步这个第2个资讯是什么？第3个资讯是什么？然后呢，看完之后我的思考，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那我根据文章的资讯，那我觉得要么是怎么样，要么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左边应该要选什么，右边要选什么，就是我就是把我自己心里面思考的每一步都讲出来。那你说 Dustin 为什么要用讲的？其实老实说，是因为正常是要用写的，可是写的真的太慢，会耽误到你的做题时间。你平常练习的时间就那么多，我宁愿你用讲。那你看讲完之后，我讲了3分多钟，他辨识了10分多块，他花半分钟就辨识完，半分钟就辨识完。然后辨识完之后，我们做什么事情？辨识完之后呢，我就把我的做题的过程，就是刚刚的这个文字辨识后文字，全部都丢到这个模型里面，然后问他说：以下是我的口述解题过程，请你点出我在解这道题中间的错误以及可以改善的地方。那你看，它就会自动去帮你分析哪些地方你资讯混淆，哪些地方你母数判断错误，哪些地方你正常来讲应该是要去用预线拟答，你却没有用，哪些地方你被文章中的干扰资讯所影响了，哪些地方你的逻辑是散的，那你怎么去改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怎么样对应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做题方法里面的第2层，就是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自己的解题过程中哪一些能力是我们失去的，我们也可以确实的知道自己解题过程中哪一步是错误的，而不是只看了每个人看的一样的详解。但是呢，你看完之后你只是懂这一题，可是你不知道自己原本的思考的部分是哪一个部分错误。那这个在之前呢都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现在我们都可以去用到 AI 去做到。如果今天是逻辑题的话，能不能也用我们刚刚的指令呢？如果是逻辑题的话，你看也是可以跟人讲说，用高中生们能听懂的语气去做详细的解题步骤的答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是先理解论点，
找出论点背后可能的削弱的他因，然后再去评估每个选项，好，它是不是能够去帮我们评估论证的强度。然后呢，甚至你也可以跟它加上了我们上课所用的解题方法，比如说人类所使用的上课所讲的解题方法是先读问句找到破题重点，再告诉我文章里哪些是相关资讯，再告诉我预先拟答还是删去选项。你看，它就会帮你一步一步的去做到，好，一步一步的去做到这个解释跟判断。好，那如果你有不同的解题流程，你也可以用不同解题流程跟它去调整。比如说，像是我在上课的时候讲过另外一个解题流程，叫做自问自答，跟把自己带入当事人带入法。哦，故事里面呢的主角是农场的小孩，因为常接触农场动物带来的微生物，所以比较不容易发生过敏。那进而暗示了最后的结论叫做：小时候接触微生物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那我们上课教的方法是把自己带入文章里的当事人，所以上课讲的方法就会把自己带入农场里的小孩，就会去想：我长大没有过敏，是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碰到微生物？有没有可能我小时候还有其他的碰到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我吃了其他的药，或者说我本来的基因比较好？好，我们上课都会讲说这种带入思考、带入当事人，比较容易去想到逻辑里面的可能的反驳断点。GPT 一开始的这种四平八稳的，不一定符合我们平常惯用的解题方式，就会跟他讲说，那如果今天你用我的解题方式来做，能不能示范一次给我看？好，把我带入农场长大的小孩，而且我平常做的方式是自问自答的对话，你看，它可以直接去模拟。好，好，我们看到文章里讲的这个资讯，好，然后呢，那我是不是怎么样？说我这种孩子因为常接触微生物，所以不容易过敏。那题目问我要怎么去评估？然后呢，我先问自己这个题目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不是真的因为我接触微生物，而不是其他因素？那我再问，那我要怎么去评估这个因素？那我要去找出有没有混淆变数。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用可以把自己习惯或者是老师上课教的解题流程，把它换成是指令，它就会根据这个流程跟你示范一次作答的方式。再来，我们看 RC 的地方，你也可以去请他好帮你去整理这道题目考的句意逻辑观念，或者是请他帮你设计到辩题也可以，甚至你还可以去做到把接近的 CRT，或者是平常你做过的其他的 CRT，你可以请他帮你去归类，归类哪一些题目跟这道题目的观念是最像的，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再来看，如果是 RC 的话呢？RC 的话，当然大体的那个指令都是一样。那指令我等下都给大家，大家不用担心。比如说，你可以请他用高中生可以听得懂的语气来说明这道题的步骤跟答案，他就会做个四平八稳的这个解释。但是呢，你也一样可以把你平常上课的时候老师所讲的解题的 SOP 思维，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里面。像你看，像我上课的时候都会讲说，第一个，你先不会去看题，所以你要在纯读文章的时候，先去知道文章的重点。好，所以呢，请帮我在无法得知会考什么题目的情况下，告诉我一篇文章它的重点有哪些地方。然后呢，接下来你会读到题目的问句，再告诉我这个问句里面的每一个关键字跟重点都应该要连到什么段落。再来告诉我读完段落之后，我应该要拟答还是要删去？如果我拟答的话，告诉我怎么样从文章里的相关资讯去推到一个能够回答的答案。然后，并且你要符合我就是在思考的模式是单线的逻辑，那你看他就可以去做到这件事。好，不过你看哦，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回答不尽如人意，比如说，好像这个地方我们想要看到更多资讯，第一步就要看文章提取文章的重点资讯，可是你看他写的很模糊，他写说只是去了解作者的主要观点跟论证结构，标记关键数据，他写的很模糊哦。那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要他做很多步骤，他可能你看，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一次要他做很多事情，他就会每个都写的很简便。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点嘛？如果你把全部的指令都塞在一起，他可能每个步骤就写得很简便。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想要看到很详细的部分，怎么样呢？像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的是重问一次。我想要真的看到你怎么去解析文章，请针对第一步解说的更详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就会去针对第一步去解说哦。第一个，我们整体的阅读方式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呢，每一段的重点都会是什么？第二段的重点是什么？第三段的重点可能是什么？你可以怎么去做笔记？那你就可以去对照说你原本做的笔记或你原本做的重点跟他是不是一样？我会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只是请他做，你记得我们刚刚讲的最关键的观念叫做他不是上场考试的人，所以你应该是自己做题的时候就要自己去做一遍整理，做完整理之后去跟他对照，这样你的能力才会比较进步，因为他永远不会代替你上场考试，虽然他很厉害。你看好第一步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请他去针对每一道题目去做2、3、4、5步的示范，他会帮我们先抓出题目的关键字，
告诉我们各个关键字连接到文章里的哪些段落，再来告诉我们这个地方这种题目到底是适合哪一种方法，再来告诉我怎么去评估选项。但当然，你对任何一个步骤，如果你有不懂的话，你可以请他再做更细部的解释，没有问题。那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应该是 RC 的题目嘛？那甚至呢，有些时候你会说 Dustin，那我检讨的时候，我发现上课有讲说话逻辑简图。那逻辑简图这个东西呢，我要怎么去对照我的逻辑简图跟真正的逻辑是不是一样的，对吧？我不能说只有我做完了没有对照，你也可以跟他讲说，请针对文章本身画出一个心智图。你可以看到，他要直接针对文章本身去帮你画了一个架构图。第一段讲的是产业的环境改善有3种，好，老方法、新方法跟公司里面的观点。再来，他去类比到整个品质革命，老方法、新方法、老观点、新观点，跟就是污染品质的缺陷。那你就可以去看完之后去自己去对照，甚至你也可以把你做过的逻辑简图丢进去，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去做对照，告诉我哪些地方我的理解是有误的。那如果那些地方理解有误的话，请他帮我去找回文章里面相关的段落，然后呢，帮我去解释我理解有误的地方是什么。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从表面回归到你背后的根源，对不对？你不能只是停留在说理解错了啊，我对照完就结束了，因为你这样停留就等于什么？等于说你只是停留在你搞懂这一题而已，你没有知道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某一句话单字不懂，那你就要把那个单字抓出来学啊，不是吗？你可能问题不是单字不懂，而是那句话的句子结构你读错了。那你就要把那句抓出来去重读句子结构，知道它到底重点在什么地方。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只有你看出问题，而是这个问题背后你有没有去挖它的根源。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说好，我把我的逻辑简图给他，请他帮我去做对照。对照完之后，告诉我哪里不太对，这个地方请他帮我抓出文章里面哪一句话我理解错误，然后呢，我再去看真正的理解的时候，我就自然知道这句话到底哪些字我不懂，或者是哪些文法我理解错误了。因为故事不会到下一题去，但是呢，你不懂的单字或者是不懂的句型文法，下一题仍然会出现。所以我们的检讨原则就是什么？永远往下一题去想，不要停留在这一段。这是 verbal 的部分。